天蝎近期只要不被激怒啊，你多一些耐心、平和、包容的态度，工作、生活、感情当中你就不会受伤受挫。但是如果被激怒的话，就要特别小心闹掰，一方呢可能就会离开。越是亲近重要的关系，近期能量越是不太稳定。8月呢还有水逆，所以呢7月、8月坦白来说对天蝎还是挺考验的，要小心的去应对，懂得采取正确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包括保护自己的身体和财务利益安全。但是你们也会学到很多东西啊。7月天蝎有机会遇到真的懂得或者是学识智慧比较高的人，是好的老师、好的领路者，又或者呢天蝎你自己看书钻研，把一些东西搞明白了，已经能够给别人当老师了。无论如何呢，7月上旬天蝎在求学读书方面领悟力会很高，进步神速。而关于职场生活的人际外界的考验呢，天蝎应对方法其实也比较简单，8个字：以退为进，灵活多变。就是表面上退下来作为你往前进的一种策略。比如说他爆发意见，他给天蝎你难题，他什么都不懂还说风就是雨，脾气很大，你就心里骂他千百遍，但是呢表面上装作听着受着答应着，好的好的，我按这个弄，我配合，我加快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天蝎你及时的表露出好的态度，他就比较没招，像拳头打在棉花上。至于你转头回去之后实际到底做成什么样，他也管不了你，或者你们将下次再议再说了，那就等那个时候再看。所以呢7月天蝎工作当中一定不要实诚，因为这个时候别人丢给你的意外的一些状况可能是比较多的。如果你一直被带节奏的话，每一件你都很认真的去应对，你会很累啊，也会很有情绪。当然你也要避免冷处理不回应啊，因为对方可能确实着急。那正确的方式呢是懂得做表面文章，因为你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后面它还得要变化，对方可能一次性也不会满意，或者说后面他也不一定按照现在说好的来，那你又何必那么较真的认真严肃的去看待它呢？你就先表面的弄得和谐好看一点啊，就符合他的标准一点，大框架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儿，能够躲避到领导啊、老师啊、客户的一些正面追问，或者说让他们觉得喜欢就可以了。内里倒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天蝎呢7月职场生活贵人长辈运是很旺的，尤其是中下旬，7月12日金星换座，22日到26日日水也换宫之后呢，你们能够触及到的人和圈层会升高和拓宽，见到没有见过的世面啊，或者被摆到更重要的位置啊，也就有这种被录用啊、被转正啊、被提拔、被重用、被续签、签下重要的项目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好运。所以呢上旬可能确实是层层关卡，觉得说对方难搞要求多，但是呢因为自己应对的好啊，没想到下旬对方居然选了自己来力挺自己，或者是这个时候资源工作就到位了，下一步有了保障。天蝎7月就走这样带有点古怪的一种好运啊，但是注意啊，如果你是上旬没有应对的好的天蝎，那7月末的10天可能就会有实际的现实的影响出来，比如说你得罪了人，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报复你啊，给你使绊子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天蝎就需要保护自己各方面的一个稳定不受侵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7月末的这10天，7月下旬就要开始注意啊。当然如果真的出现麻烦揪某分也别怕，因为你们有贵人，领导、父母、长辈、前辈、老师、权威的专家以及一些社会官家的部门是可以给你撑腰的。那财运呢7月上旬会相对好一点，这个好指的是还比较稳定，可以维持原本的状态。7月下旬要小心破财啊，避免风险投某资或者是财务支得太过，身体也别透了支啊。下旬这2点都是需要去注意的。桃花呢7月天蝎这个时候挺挑的，你们要的是那种有实力的、真才实学的这样的一些对象。那跟年长者你们会特别有缘，比如说长辈给你介绍，或者是你遇到的人是那种长辈喜欢的，也可能是桃花对象他年纪比你大，性格呢也偏稳重成熟啊。前20天的桃花质量会更好。有伴侣的刚说了，互相可能都会挑剔啊，对对方哪里有不爽，2个人容易互怼，但因为呢有长辈贵人在，所以可以找长辈去协调。另外7月天蝎的外在形象也会较影响你们的事业和财运，你们有机会给自己弄一个更好的、更新的一个形象，着装可以偏职业干练、成熟化一点，表情以及说话呢可以稍微乖巧一点。如果你是年长的天蝎呢，就要让人感觉有一定的威严。那要祝天蝎7月法有定论，兵无常形，见机行事，步步为营，加油好运啦！我是爱到范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指导自身生活，拜拜。